德国小城 Warnemünde 的火车站离邮轮停靠的码头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很方便。从这个火车站呢，可以搭乘高速火车去德国首都柏林，大概2个半小时的车程。沿途可以欣赏德国乡间的风光，大片的绿色的田野，很少看到人。到了柏林的中央火车站以后，可以转乘柏林的U-Bahn，也就是地铁。坐地铁可以到柏林市中心。我们乘坐的是 U5 线，只要一站就可以到 Bundestag，就是联邦议会那个站，或者是坐2站呢，就可以到布兰德堡门。这个黑黑的建筑就是德国的议会大厦Reichstag。这个大厦的门上写着 Dem Deutschen Volk， 直译的话呢就是 The German People， 德国人民。但是呢，德语有通过这些词形的变化呢，表达出了更复杂的含义。我发现这个德语比其他许多的罗马的语言呢都要复杂。拿这个定冠词来说，这英语就不用说了，的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是它。那么其他的语言像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它都有性的差别。但是德语除了这个性的差别、单复数的差别，还有其他各种情况，它都有不同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词形的变化呢，它不需要加其他的单词就可以表达出来一些附加的意义，这在一些其他的语言里面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里面的这3个词定冠词德国人民，他们都是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变形，而这个变形呢，只有在它当成间接宾语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介词后面的时候，才变成这个样子。间接宾语是什么情况呢？我给你一本书，那么你就是间接宾语，书就是直接宾语。所以在这里呢，这3个字真正的含义呢，应该是为了德国人民，给予德国人民。这是一种他们这种语言才能达到的一种很简洁的表达。这个议会大厦呢，就是著名的国会纵火案的发生地。在这次纵火案之后呢，希特勒的纳粹就修改了魏玛共和国的很多法律，使这个国家事实上变成了一个独裁的国家。后来在2战中呢，和冷战时期，这个大楼被废弃了，一直到1999年，德国联邦议会才重新在这个大楼里开始办公，并且由一个英国的建筑师重新装修了一个玻璃的球顶。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照片里看到，大厦的内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但是这次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预约，所以呢没有能够参观成。所以如果是想参观这个内部的话呢，要记得提前预约。在这个联邦议会大厦的背后，紧贴的这个大厦有铺的2排砖，在这个马路上可以看到，从大厦的后面一直延伸过来，然后继续延伸下去，一直到布兰德堡门的背后。这就是柏林墙曾经走过的地方。德国人民不愿意忘掉历史，在当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他们把它清晰地记录了下来。我找到了一张历史照片，上面就显示了当年柏林墙走过的路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2排石砖的路径。这个柏林墙把议会大厦划到了西德，布兰德堡门以及布兰德堡门以东的部分变成了东德。从此柏林这个城市就开始了痛苦了30多年的分割。这里沿街排放了一排白色的十字架，和上面的照片是纪念在逃离东德翻越柏林墙时被射杀的东德人。这里只是一少部分。最后一位受害者死于1989年2月5号，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当时离柏林墙的倒塌也就是9个月的时间。常开常艳的鲜花，却也无法挽回已经凋零的青春。
如今的布兰德堡门昔日的无人区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拍照，见证德国的再生。这个布兰德堡门是德国众多城门当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具有很悠久的历史。门上的铜像是和平女神驾驭的4驾马车，这个铜像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普鲁士时代。当年拿破仑攻占了普鲁士，把这一组铜像带回了罗浮宫，作为他的战利品。后来普鲁士又击败了拿破仑，把这个铜像又拿了回来，重新安装在布兰德堡门上，并且重新命名这个女神为胜利女神。紧挨着布兰德堡门就是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在这么显要的位置，似乎也是提醒人们谁是当年的胜利者。这个大使馆的前门其实是个摆设，为了安全考虑，真正的出入口是在后面。在美国大使馆后门不远的地方，就是纪念被纳粹屠杀的欧洲犹太人的纪念场地。这是由一个美国的犹太人设计的，这里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灰色立方体，给人一种感觉像是有一种棺材的感觉。德国政府把这个地方称为被屠杀的犹太人纪念馆，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国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行人可以从这些方块之间穿行，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结束欧洲的行程，在机场候机的休息室里，看到了当天的德国报纸，里面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德国。他在到达德国的第2天，就和德国总统一起来到了这个纪念场地，回顾历史，不忘过去。也可以看到2位夫人还手拉着手。从这个被屠杀犹太人纪念馆出来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站在这些空旷的土地上，他们在干什么呢？因为这里就是希特勒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希特勒在这里指挥他的纳粹军队，一直到柏林被苏军攻占，而他和他结婚不到48小时的妻子就在这里自杀了。他们的地下室现在还埋在这些土地的下面。德国政府把这些地方辟为停车场，而没有做任何的标志。这和我们在伦敦看到的经过精心保护的丘吉尔的地下指挥中心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之所以德国政府不做任何的标志，是有意而为之。一来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二来故意不便于新纳粹前来膜拜。我个人觉得德国政府不在这里做任何建筑，也是对地下的这块遗址的一个保护，只是不想给予它任何的光环。这里的唯一一张展示牌解释了当时地下指挥中心的房间的布局。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 Academy of Art 这个艺术中心，它里面也有一些历史污点的一个艺术遗产。这是一个雕塑，叫带锁链的普罗米修斯。按照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了火种，却被绑在石头上面，所以这个雕塑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这个雕塑的作者呢是 Reinhold Degas， 他这个作品是作于1900年，作品本身没有问题，作者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雕塑在1941年的时候呢，被纳粹的城建部长看中，把它买了下来。据说这个雕塑很得希特勒的欣赏，因为他觉得这种忍辱负重的形象很体现德意志的精神。在盟军轰炸的时候呢，这个城建部长就是 Albert Speer， 他把这个雕像呢砌到了地下室的砖墙里面，为了防止盟军的轰炸，所以一直没有人知道。一直到1990年，在翻修这个艺术中心的时候呢，
工人才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发现了这个保存完好的雕像。正是因为它的这一段不是很光彩的历史，这个雕像被放在这个大楼的后面的一个不起眼的走道上面，过道边上，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错过。布兰登堡门正对的这个大路呢，叫 Unter den Linden，椴树下，因为路边呢种满了椴树，这个椴树长得很慢。当年希特勒呢，把这里很多椴树都给砍掉了，留出空间呢，好树纳粹的旗帜，这引起了很多柏林人的不满，包括一些纳粹柏林人。希特勒为此做出了让步，重新种了椴树，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树呢，都是比较小的。这个 Unter den Linden 在柏林，它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但是我们走过去，我们就会感到这个比起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来讲，它要冷清得多，完全没有巴黎的那种欢快的人气。沿着 Unter den Linden 大道继续往东走，右边可以看到俄罗斯大使馆，这里本来是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一样，他们占据着柏林的重要位置，展示着作为胜利者的地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接手了这个大使馆。这个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是斯大林最喜欢的。当时这个大使馆是柏林从废墟上建立的第一个大型的建筑。这个大道下面还有一个活的博物馆，就是布兰登堡门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有2个部分，一部分是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地铁站。你可以看到这个当年的风貌还保存完好，那个30年代的瓷砖贴面。之所以能保留这么长时间的历史，是因为这个地铁站有一段很奇特的经历。柏林墙修建以后，柏林地下的地铁线并不按柏林墙的走向，所以呢，西德的地铁要经过这个站，才能到西德其他的地方。当时虽然东德和西德是隔绝的，但是呢，东德为了挣一些西方的外汇呢，他们同意西德的地铁从这个站走，但是呢，不允许停留，也没有人上下车。所以当年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坐在西德地铁里的乘客，在经过这个车站的时候呢，看着站台上持枪的东德警卫和铁丝网，然后地铁慢慢的驶过这个车站。而这个车站一直处于没有装修的改造的状态，所以一直到21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90年前的风貌。在地铁站里，我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它记录了东德人在柏林墙建造的过程当中，携家带口慌张逃离东德的情景。当时墙还没有完全建好，所以他们趁这个空当赶紧逃离东德。沿着大道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路中间一个巨大的铜像，骑在马上的就是弗里德里克大帝。这个是德国普鲁士时代的帝王，他首先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但是他同时又特别热爱艺术和文化，鼓励包容。所以在他的治下，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文化繁荣。当德国从20世纪的疯狂和羞辱中走出来之后，回首看，这个弗里德里克大帝是他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人物之一。在这个铜像的边上，就有几件普鲁士时代的令德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洪堡大学，这个建于弗里德里克3世时代的欧洲著名的大学，聚集了大量的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历史性的人物，像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思·韦伯、马克思·普朗克，这些都是这里的教师。而另外2名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世界走向的，就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Unter den Linden 大道再往下走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公园，
里面有一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铜像，他们是树立于东德时期的。但是两德统一以后呢，经过大家的民意投票，还是继续保留。洪堡大学的对面是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在弗里德里克大帝时代呢，就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文化中心。正对着广场的也就是在照片的左边是国家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普鲁士时代就有了。在二战的时候呢，被盟军炸为平地，但是东德政府花巨资按原样把它重修了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是当年列宁在德国流放的时候，在这里度过了很多的时间。这个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发生了一件令当代德国感到羞耻的事情，那就是1933年的时候，纳粹的学生们在这里把2万多本被纳粹禁的书堆积成山，一把火把它们烧掉。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挺熟悉的？这些书的作者包括爱因斯坦、海明威、弗洛伊德等等文学和科学的巨匠。还有一位作者是 Heinrich Heine，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他的书被烧掉，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尽管他已经改信了基督教。在这个广场上放置了一块金属板，上面就浇筑有他的写于1820年的几行诗。这只是一个预演，他们现在烧书，最终他们烧人。这不正是将近1个世纪以前对纳粹德国的一个沉痛的预言吗？ Neue Wache 现在用于纪念阵亡将士。进去是一个雕塑，一个空旷的场地里面只有一个母亲抱着他死去的儿子，头顶上一个圆顶的天窗，光线从上面洒落下来。好了，足够的沉重与伤痛，现在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人群，看看德国的生活日常，自由、欢乐，还有爱情。我们现在是往博物馆岛的方向走，这里曾经是普鲁士时代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柏林最早的发源地。当地的一个集市在这里售卖一些食物小玩具还有大量的艺术品。这个街头艺术家在为3个女孩画肖像，看上去好像还有点马蒂斯的风格。德国的香肠很有名的，这个 Currywurst 是德国大概最流行的街头小吃了。第一次到柏林，感到有点意外，就是这个城市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整洁，有很多杂草，地面也不干净。像这个柏林的中央火车站大门口，地上好脏，竟然还看到了一个无家可归者。
这在欧洲其他大城市，比如巴黎啊、伦敦啊，都经常能看到。但是德国可是有很多神话的呀，那些整洁有序的、井井有条的传说，这个在柏林我没有看到。那么传说中的德国在哪里呢？在德国小城基尔 Kiel， 我有了一个惊讶的发现。事先对基尔这个小城不是很了解，所以就随便转一转。当时路边有个公园，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有一排头像，原来他们全部都是和本地有关联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共有6个人，顿时对这个小城肃然起敬。这里面有5位是在这里的大学做教授，还有1位呢是在这里的大学毕业。获奖的领域涵盖了化学、物理、医学和文学。想想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出过6个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这个小城竟然出了6个，还都是这样的硬学科。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位我们熟悉的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这可是一个如雷贯耳、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普朗克常数的冠名者。他出生在基尔，并在这里获得第1份教职。前头我们在讲洪堡大学的时候，我们提到过，马克思·普朗克在洪堡大学做过教授，而基尔是他的家乡。柏林之行是让我有些失望的，因为它打破了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些赞美德国的神话，而这个小小的基尔市提醒了我，德意志曾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巴赫、贝多芬、爱因斯坦这些推动人类文明的巨匠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基尔市街道相对整洁，建筑也很漂亮，不知是不是和曾经属于西德，而且没有在2战中被轰炸有关。这个可以看到市民啊、游客在这里很悠闲，街上很多酒吧，我们品尝了几款德国的啤酒和其他的饮品。漫步基尔街头，在阳光下也是很惬意的。好，德国之行就介绍到这里。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张我们在啤酒馆拍到的啤酒的演化图，供大家参考。感谢你坚持看到最后，我们下期见。